这是韩国有史以来最催泪的温情片。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，可能真的没什么电影可以让我哭了。他把父亲对女儿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龙九是一名停车管理员，从小患有智力障碍的他和女儿相依为命，他们会跟着电视里的动画一起跳舞。每天早上，女儿都会叮嘱爸爸带上水壶，中午不要因为省钱只吃面包，一定要多吃饭。龙九疼爱地为女儿搓手温暖，看着爸爸去上班，义胜会在身后默默数数1、2、3。龙九这时总会转过身，他们互相做着鬼脸，这是属于他们独有的默契。父女俩的生活虽然清贫，但很快乐。义胜想要橱窗里的美少女战士书包，龙九告诉他等自己发了工资就买来送给他，作为他新学期开学的礼物。可这时书包却被另一个小女孩买走了，要知道这是店里的最后一个。龙九急忙跑进店里跟对方解释。 셀럽 가방 예승이 거. 네. 뭐야? 안녕하세요. 매일 보고 왔어요. 매일. 어떤 날은 없는 날도 있어요. 可只有6岁智商的他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他想要上前夺回书包，却被女孩父亲认为是要骚扰女儿，直接暴打一顿。义胜在一旁求对方不要打自己的爸爸。晚上，懂事的义胜告诉龙九自己不要书包了，他不想看到爸爸受伤。可龙九却说我一定会买给你。房间里充满了父女俩的欢声笑语。这天龙九发工资时，买书包的女孩刚好路过，她告诉龙九自己知道哪里有卖这个书包的。于是龙九就跟着女孩一同前往。冬天的道路很滑，女孩在一个拐角处不小心摔倒在地。等龙九跟上来时，女孩已经躺在血泊之中。龙九急忙解开女孩的裤子，然后跪下身子帮她做人工呼吸。而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大妈撞见，她惊恐地以为龙九在猥亵女孩，于是仓皇逃走并报了警。很快，龙九被警方带回了警局。女孩因为失血过多不幸离世，而她的父亲正是警察局局长。警方将龙九带到事发现场，让他对着木偶还原事情的经过。龙九解开木偶的裤子，说可以加速血液循环，然后按压胸部、拍打脸颊、人工呼吸，这些都是他之前学过的急救措施。办案人员为了尽快结案，平息局长的怒火，哄骗龙九只要脱下裤子就可以回家。一心想要见女儿的龙九听信了他们的话，众目睽睽之下解开了腰带。这一举动瞬间激起了围观人们的愤怒，家属不顾阻拦冲过来对他拳打脚踢。义胜在一旁呼喊着爸爸，他想冲过去却被警方拦住。龙九朝女儿喊着自己很快就会回去，可法庭却一审宣判他死刑。龙九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。狱长在得知龙九的罪行后，抓住他就是一顿暴打。在他眼里，像龙九这种伤害幼童的人就是人渣。然后龙九被关进了7号牢房，他只是想要回家见女儿，为什么自己听了话却还是被送进了监狱？狱友们见来了新人，便让龙九做个自我介绍，可龙九却直接唱起了儿歌。看他一副呆傻的模样，带头大哥知道龙九可能脑子不太灵光，于是让人拿来龙九的判决书。他好奇这个傻子究竟会犯什么罪。当看到上面恶劣的罪名，众人集体暴怒，大哥直接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龙九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他想要离开这里，却被其他人用床单蒙住，然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虽然大家也是罪犯，但顶多就是盗窃抢劫。对于龙九这种没人性的罪犯，大家同仇敌忾，他们围坐在一起对龙九进行批斗。从此他就被狱友孤立了起来，每次外出放风也是独自蹲在角落，在地上一遍遍写着女儿的名字。这天龙九看到一个奇怪的男人在栏杆上疯狂打磨一支牙刷，还示意龙九不要说话。等到牙刷尾部被磨尖后，为首的老大接过牙刷面露凶光，只见他起身带着一群小弟，气势汹汹地朝7号房大哥冲去。龙九见状也急忙起身，他们同时冲向毫无察觉的大哥。危急时刻，大哥被扑倒在地，龙九则替他挡下了这次偷袭。纵使7号房的人每天欺负他，可他还是善良的想要保护自己的狱友。大哥见状，3两下就解决了对手。回到牢房，龙九依然坐在角落，可他的待遇却发生了变化。狱友贴心的给他铺好床单，大哥对他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。为了感谢龙九，大哥决定帮他完成一个愿望，只要是外面有的东西，他都有办法带进监狱。原来大哥在监狱里是个百事通，每次趁着活动时间，他会故意把足球扔出墙外，然后被调包的足球就会被外面的人再扔进来，而里面就藏着他想要的货物。可龙九却什么都不想要，他只想回家和女儿团聚。听到龙九说出了女儿的名字，大哥一时间也犯了难，想要把一个大活人运进监狱绝非易事。可大哥向来说话算数，从不欠人人情，他动用了自己的关系，在监狱里举办了一场歌舞表演，而龙九的女儿就混在人群当中。接着狱友把义胜装进纸箱，趁狱警不注意送进了7号牢房。义胜从纸箱里探出脑袋，他好奇地打量着四周，很快就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爸爸。老爸！听到女儿的呼喊，龙九哭喊着爬过去，父女俩紧紧抱在一起。不要，儿子，那不。
易胜哭着埋怨爸爸为什么突然消失，也不知道跟自己联系。龙九一个劲儿地向女儿道歉，但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看到他们不停哭喊，狱友坐不住了，要是被狱警发现他们的刑期就会加倍，他不想被龙九连累，于是跑到门口呼喊狱警，想要告密。大家纷纷上前阻止并捂住他的嘴巴，可呼喊声还是引起了狱警的注意。很快狱警便闻声赶了过来，易胜只好躲在门后。就在男人想要开口时，易胜突然拉住了他的手，看着女孩苦苦哀求的眼神，男人心软了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狱警从帽子里拿出一个面包。等狱警走后，易胜再次冲进爸爸怀里，他示意龙九不要出声。 딸내미 하나 아주 똑똑하게 낳네. 아빠 금방 나갈 거야. 근데 당신 딸내미 맞아? 平时说话没有头绪的龙九，此刻竟异常流利地介绍起了女儿，脸上满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疼爱。医生问爸爸这是哪里，一旁的大叔递过来一盒牛奶，说这里是学校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可龙九听后却立刻纠正他，说这里是监狱，还说他们都是坏人，这让狱友们十分尴尬，但他们也都没跟龙九计较。就在父女俩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因为歌舞表演提前结束，演出人员都已乘坐大巴离开，而易胜只能被迫留在牢房里。父女俩为这次意外感到很高兴，虽然吃的是牢饭，可他们心里却比吃山珍海味还要香甜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愁坏了其他几个犯人，他们每天不是琢磨怎么把女孩送出去，就是要随时应付狱警的检查，因为一旦被狱警发现，那等待他们的将是把牢底坐穿。易胜的到来给原本冰冷的7号房带来了不少欢乐，原本凶神恶煞的犯人如今充满笑颜，他们都把易胜当成自己的孩子，陪他一起跳舞玩游戏，还用纸板做了一个满天星光的灯罩，让冰冷的牢房变得温馨又浪漫。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在一次突击检查中，易胜还是不小心被狱长发现了。狱长勃然大怒，他不顾龙九的请求，坚持要连夜把易胜送出去。龙九担心女儿林雨会感冒。 예수님 우산 없어요 우산. 남의 딸은 죽여놓고 이 딸을 보고 싶어. 아니에요. 우산파리는. 狱长在大雨中发泄着心中的愤怒，他把龙九关进了禁闭室，把易胜送进了孤儿院。7号房的其他犯人也集体受到了惩罚。监狱里混进家属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。这天夜里，一名犯人借此闹事，他偷了汽油引燃了牢房，要求狱长把自己的家人也接来监狱。他已经10几年没和家人团聚了。狱长让警员安排囚犯们赶紧撤离，自己则留下来跟他交涉。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狱长不顾危险冲了进去，外面的人都忙着逃走，根本没注意到狱长被困在大火里。而这一幕正好被龙九看到，他毫不犹豫地撞开障碍物，冲进了火场。等狱长再次醒来，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，医生告诉他是龙九救了他。看着对面昏迷的龙九，狱长不由得开始怀疑，一个心存善良的人真的会是杀人凶手吗？易胜在老师的帮助下来监狱探视爸爸，刚见面龙九就看出女儿瘦了，他关切地叮嘱女儿要按时吃饭。父女俩隔着玻璃互诉思念。很快探视的时间就到了，狱警强行把龙九拖走，易胜只能哭着敲打玻璃，让爸爸记得多吃饭。龙九挣脱狱警的束缚，跑过去按下房间里的通话开关。看着父女俩真挚的感情，狱长再次陷入了沉思。这样一个浑身都散发着爱的父亲，真的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吗？不久，易胜因为思念爸爸病倒了。狱长听说后前来看望，易胜哭着对他说：“他想坐牢去照顾智力障碍的爸爸。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狱长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。回到监狱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冒着被停职的风险，给7号房送去一份礼物。龙九看到又是纸箱，便开始念叨女儿的名字。一旁的大哥说：“你是不是想女儿想疯了？”结果下一秒，易胜竟真的从箱子里蹦了出来。龙九激动地和女儿抱在一起，狱友们全都惊呆了。大哥下意识地去捂龙九的嘴，害怕被别人听到。狱警却笑着解释说这是狱长的意思。7号房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。为了给易胜讲故事，文盲的大哥放下面子，开始读书认字。易胜更是借来同学的电话，交给想家的大叔。听到家人的声音，男人泣不成声。等电话打完，他感激地抱住易胜。为了感谢狱长把女儿带来监狱，龙九给他送去自己最爱吃的饼干。就在他要离开时，狱长喊住了他。오사파리. 네. 근데 너 왜 죽였냐? 可龙九根本回答不上来，智力障碍的他不知该怎么为自己辩解。狱长决定调查龙九的案子，他托关系找到龙九的认罪书，看着龙九的认罪笔录，狱长瞬间明白龙九是被冤枉的。一个智商只有6岁，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，怎么可能描述出如此清晰的案件经过？他来到警局请求局长重新调查，可他不知道死的正是局长的女儿。
不管龙九是不是凶手，女儿都是因他而亡，他要龙九去陪葬。另一边，7号房的人们也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。他们通过龙九的描述，还原了出事现场。原来当初龙九为小女孩脱掉裤子，是为了加速血液循环，这是最常见的急救措施。结果被人误解成了猥亵，而警员为了尽快破案，根本没有认真倾听龙九的话。狱友们为龙九写好了陈述词，让他一遍遍的背诵，还模拟庭审现场对他发问，希望在终审时可以帮他洗脱罪名，让龙九回到女儿身边。很快到了开庭这天，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面对法官的问责，龙九竟认下了所有的罪名。벽돌로 내려친 사실이 있죠? 있어요. 现场瞬间暴怒，人们纷纷起身唾弃他。狱长以龙九精神状态不好为由，请求法官暂停审问，可龙九却在法庭上不停道歉。 내가 죽였어요, 내가. 이 형은 미쳤어! 네가 무슨 사람을 죽여! 나 때문에 죽었어요. 미안합니다. 넌 뭐가 그렇게 미안해? 너한테 사과 한마디 한 놈 아무도 없는데 넌 도대체 뭐가 그렇게 미안해? 龙九请求法官放过自己的女儿。原来就在开庭前，局长找到龙九，在候审室狠狠揍了他一顿，还用医生的生命做威胁逼他认罪。为了保护女儿，龙九只好认下所有的罪名。最终法官维持原判，龙九再无上诉的机会。7号房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他们制作了一个大型热气球，决定在圣诞节这天帮助龙九越狱。狱长找到医生的老师，让他在圣诞节带孩子们去监狱表演节目。等到圣诞节这天，天真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。等到演出结束，犯人们牵着孩子们的手来到广场，大家把龙九和义胜簇拥上热气球，然后让气球慢慢升空。龙九和义胜挥手和大家告别，他并不知道是大家在帮他越狱。狱警意识到不对，想要阻止，却被犯人们拦住，现场乱作一团。就在犯人们以为龙九可以逃出监狱时，气球的绳索却被铁网勾住，他们停在了半空中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们的越狱计划最终以失败宣告结束。很快到了龙九行刑的日子，这天恰好是义胜的生日。7号房的大叔们强装笑意为他送上礼物。龙九在狱长的帮助下拿出一个书包，正是义胜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。义胜站起身， 아빠, 절 태어나게 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. 他向爸爸行了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行的大礼。大哥在一旁提醒龙九也应该表示一下，于是龙九转身也跪在地上开始还礼。 아빠 딸로 태어나서 고맙습니다. 父女俩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，他们拥抱的是那么用力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彼此最后一次拥抱。大家纷纷起身，在龙九背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想说的话，希望可以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龙九含着泪向大家说了3声谢谢。 고마워요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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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。龙九和义胜手牵手走出牢房，狱长跟在他们身后，看着龙九身后的祝福，狱长无奈地低下了头。他们来到分别的铁门前，父女俩还像往常一样互相叮嘱对方，然后微笑告别。随着铁门的关闭，龙九也被带去了刑场。转角处，他朝着女儿再次扮起了鬼脸，可是没走几步，他就瘫坐在地上。义胜还趴在铁门前，期待爸爸能像以前那样突然跳出来。可是数完了1、2、3，爸爸还没有出现。义胜哭喊着爸爸。龙九意识到以后再也见不到女儿了，于是他拼命往回跑，两人隔着铁门抱在一起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龙九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希望狱警能放自己回去，可是这次没人能够救他。狱长默默流下了眼泪。7号房的人们听着哭喊声，也只能沉默着。善良的龙九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的女儿。龙九走后，狱长收养了义胜，让他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体会着家庭的温暖。多年后，义胜长大成为了一名律师，他找来7号房的大叔们，为自己曾经那个善良的爸爸翻案。大家纷纷为龙九辩护，为他作证。义胜用事实和证据一遍遍强调着爸爸的无辜。最终，法庭判决李龙九无罪。时隔15年的冤屈，终于在义胜的努力下沉冤得雪。恍惚中，他又看到那个五彩斑斓的热气球，气球上的父女俩朝他挥手告别。这次他们没了绳索的羁绊，飞向了远方的天空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